前几天，许多人都在关注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那就是大 S 的去世，这迅速成为了社会焦点。这位年轻的明星，在华丽的光环背后，却一直深陷于疾病与精神的痛苦中。他的离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佛法上的认知，从他的身上，我们能够找到认知生死的一些启发。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拥有如此显赫地位的他，最终却无法活得自在？他的事件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了哪些关于生命与灵性觉醒的启示？这或许可以引领我们思考如何活出真正的自我。生命是无常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与生死做着一场漫长的斗争。大 S 的去世，让我们为他感到惋惜，他的生命故事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素材。从大 S 的健康问题来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他长期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。从目前公开的原因来看，他是得了流感，后来又看到了一些说法，他常年有各种疾病的，甚至到一段时间，他连吃饭可能都没有办法自理等等。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，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，疾病缠身，最终因为严重的流感加速了他的死亡。而这些疾病的根源并非单纯的病毒或细菌感染，而是长期积累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的疲劳。他在面对这些疾病时，依然坚持不懈地为家庭付出，甚至将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，最终导致了身体的崩溃。大 S 从小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，目睹母亲被父亲家暴，他自小便产生了保护家人的强烈欲望。这种欲望与家庭的影响，最终成为他一生的负担。这样的欲望伴随着他成长，直到成为明星，坐拥上亿资产，依然没有改变。据说他在去日本旅行之前，就已经出现比较严重哮喘，但是为了不扫家人的兴致，还是坚持一起同去。虽不知消息的真假，但既然有人这么说，我们姑且把它当成一个案例去分析。大 S 的一生充满了对家人的爱与付出，但这种过早承担的责任，让他在成年后依然无法摆脱过度付出的模式。他为家人创造了优渥的生活条件，甚至在自己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，依然坚持陪伴家人旅行。这种付出看似伟大，实则是一种执念。从佛家的角度来看，过度奉献是一种我执的表现。我们常常以为为他人付出是无私的善行，但当我们因此忽略了自己的需求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与幸福时，这种付出就成了一种执念。大 S 的我执不仅体现在对家人的付出上，也体现在他对自我形象的维护上。他始终以女强人的姿态示人，试图用强大的外表掩盖内心的脆弱。然而，这种执念并未让他获得真正的解脱，反而让他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，逐渐走向崩溃。他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，而他的精神也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归宿。这种状态，正如佛法中所说的因果循环，他的付出与牺牲，既是善因，也是恶果。他的健康状况从癫痫到严重的抽搐，再到最终因甲流离世，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：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他过度的付出与执念。这种因果的反噬提醒我们，过度的奉献也是一种枷锁。有命理师曾断言，大 S 的寿命可能不会超过50岁，而他的生命恰好定格在48岁。从玄学的角度来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剧本，但剧本的结局并非不可改变。我们可以通过觉醒与修行，打破执念的枷锁，找到真正的自我。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而在于活成真正的自己。这种活成自己并非自私，而是一种灵性的觉醒。我执是我们内心最深的束缚，它是我们对自我的过度认同和固守。
当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狭隘的视角时，内心的痛苦和迷失便会源源不断地涌现。而这种我执还深刻地反映在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中。父母的影像，他们的期待，他们的情感，往往会无形地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，形成一种看似自我的存在，实则是父母影像的延续。很多人生活中的无意识选择都源于别人的期待，或是避免与他人的冲突。很多人的一生便是为了他人付出，未曾真正放下那份深刻的责任感，最终导致了自己未能活出自己的独特人生。佛法中的因果律告诉我们，所有的行动和选择都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结出果实。无论我们愿不愿意，因果关系都会通过每一次选择，每一次行动，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轨迹。要想打破这种因果轮回的束缚，佛法强调的是觉醒。觉醒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，它需要通过深入的自我反省和修行，去掉那些无形的枷锁，走向内心的自由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对外破相，对内破执。传统意义上，孝道总是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，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回馈。当我们走向觉醒，活出真正的自己时，也是在帮助父母从他们的枷锁中解脱出来，让父母在心灵上也得到解脱，看到子女通过自我觉醒获得的智慧和内心的平和，也能帮助父母从他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。正如佛陀所教，唯有放下，方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通过灵性的觉醒，我们反哺父母，让他们看到一个更加自在无执的自己，从而达到心灵上的解放。在佛法看来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业力，但当我们无法识破这些因果关系的真相时，我们便无法从中解脱。法华经中提到，一切法因缘生，一切法因缘灭。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是在不断的因果关系中轮回转变。在这新年之初，我也祝愿大家都能在2025年找到自己，让我们从大 S 的故事中汲取智慧，去追寻那条属于我们的觉醒之路，活出真正的自我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在评论区留下，众善因结善果，我们一起共修福报。